来好，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哎，那，现在在75集75位。来啊，朋友们，赶快上来，赶快上来。我们明天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的创党哈，我们创党的大会。我们创党大会明天正式开了哈，所以事情已经都到了一个什么，到最后关头了哈。也就是说，我们是真的组党，真的会真的要组党了啊，不是以前只是讲一讲呀，现在是实际行动啊。明天的创党大会，他会内政部会派人来嘛，所以我们已经走上真正的是吧创党之路了哈，不是以前呢嘴巴打开公共的聊啊。那这因为当我提出这个创党之后了啊，51周之后，其实回响真的很大。今天我们一个朋友了哈，一个朋友他在火车上啊，看到有人背一个背包了，背一个什么，背一个背包，然后也放一个旗子了哈。这是今天他们在火车上看到有人背这个旗的，这是台湾51周旗，你知道？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设计的，这不知道是哪个团队设计的哈。听说有人印了10万只的，做了10万只，这10万只真惊人嘞！这是机场要10块，10万只买100万嘞。所以说，真的有人，真的很多人，但也就是说，现在了哈，现在说我们只是开这个头了，我们只是把它具象化、系统化而已了。其实很多团队对对51周这件事情是有很有感觉的哈。所以你看，我们还没开始，我们党都还没有成立啊。我们也还没开始推动啊，其实这些东西外面已经有了哈，已经有年轻，所以我很想做这件事，这样我们到时候我们党一成立，如果有足够经费，我们就这个哈，这51周期了，我们有我们的党旗，我们的党旗跟什么跟党徽，党旗跟党徽当然是一样的嘛哈，只是把党徽放在党旗上，这个可能就是说明天大家会票选用哪一个了，之后呢，可能大家筹集资哈，去印个几10万个，然后我们就在路边去发，在什么在商圈啊，在什么一中商圈啊，在什么建中啊，什么中几个高中几个学区的哈，逢甲那边的哈，我们去发给学生，每个人发一支，让学生有人把它放在什么，如果学生都愿意把这个放在背包里面，那我们这个事情就成功了哈。这也是一开始宣传就是这样了。团体宣传本来就很辛苦啦，很辛苦了，一开始就很辛苦啊。但是我们就是我们要像当年霸团这样，在路边这样哦，很辛苦，在路边去宣讲是吧？这个都可以的哦。这个为了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些做的事情啊，好不好？如果真的让年轻人每个人都背这个背包里都放一个这个旗子的话，就像这个年轻人这样，你不觉得很酷吗？像这个年轻人，如果台湾很多年轻人背包都背这样一个旗子，那我们真的会成功哦，因为这个事情是我们的观众哈，我们的党员在火车上遇到的，那就表示他已经开始普遍在发酵了。51周在发酵这些事情，是我们多大的喜讯啊！各位啊，
你秉良心讲啦，你曾经推动过哪一件事情？这样还没有全力开始推动哦，只是在筹备阶段，它都已经什么？社会上就已经开始响应的人多起来了。这个不要，这个代志是对的哈，这个代志你只要正式的、真正的正式去推广，那个能量正会出来的哦，会出来的哈。嘿，对呀、让那个季安妹讲那个事情是对的，没有关系哈。爱的讲对啊，我本来就福建人啊，他说他是福建人，他不是台湾人，这个很合理啊。我真希望他这样讲，让全台湾人知道啊，对了，人以后更人了，人也不是台湾人，他们自己的立法委员都承认嘛。这样的话，我跟各位讲，不带你们玩了。我们要进入美国的话，进入51州的话，进入52州、53州，跟你金门没有关系了。到时候我们进入美国了，把你们丢在外面，那你不要怪我们，因为你们的立法委员说你们不是台湾人嘛。那我们跟美国只谈台澎嘛。台澎关税区嘛，是吧？台湾国就只包括台澎而已嘛。啊，至于你金门本来就跟我没关系，你自己承认啊，你自己说你跟我没关系啊，你跟我没关系，那就最好是没关系啊。那就我们走我们的，你们走你们的了哈。有人会说，那金门也有台派啦、金门台派的话。如果到那一天，你们最好赶快把户籍换到台湾来。如果你的户籍赶快换到台湾来，那个时候台湾进入美国51州，你们才能顺理成章跟我们一起走，无缘。虽然你们可能留在金门有很多福利啊，但是也有限的，是吧？他本来就要反共，本来就要远离中国，你不要说金门有一点福利你就舍不得嘛，对。因为大环境不一样了哈，大环境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现在要进美国51州这件事情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嘛。就我们已经讲很多天，不用再特别讲了啊。川普对什么？对格陵兰的态度，你觉得川普把格陵兰的事情处理完，会不会要处理台湾的事情？当然会啊。那加上我们党成立了哈。我们党成立，我们会有人专门在美国专门干，就是说去沟通这些事情嘛。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了，各位，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了，这是天意的哈，这叫天命嘛，这叫做天命嘛。你看懂了世界趋势，然后你愿意舍身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这就是你的天命就来了嘛，是吧？当你把这件事完成的时候，你就是完成了天命啊！完成天命，最后你知道升天了，这是张敏兰70块等了，谢谢啊！金色台湾比较漂亮，对啊，在北车被这个对啦，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设计的，这不知道是哪个团队做的啦哈。那表示什么？最后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党徽党旗来做嘛。然后，如果我们的声量够的话，可能大家就会认我们这个党徽党旗叫做我们进入美国51州的什么，这精神象征的旗帜嘛。现在因为没有，现在只有人这样做，但是我觉得他做的不是很漂亮。说真的，我没有觉得他很漂亮，他就是在美国国旗上面放一个台湾的地图啦，那个绿色地图啦，这个好像设计感有限的哈，设计感有限。所以这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做也就是做金色，就不会做这个颜色的嘛。他这个可能台独的人做的啦，用绿色就是台独的人做的嘛，是吧？表示什么？这个代志是有人在响应的，有人暗中在响应的嘛，是吧？当然没有关系哦，我们不是个狭隘的人哦。你说我米求某些人说51州加入美联邦是我们的哦，是我们发起的，谁都不可以来啊！你不是给他插手了？没有，欢迎各位什么百花齐放，用你们的什么，你们想象力，你们大家一起做没有关系。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家天下的感觉，这不是我的1亩3分地哈，我们是有广阔的哈，广阔的田园，我们不是只要1亩3分地哈，好不好啊？基本马祖是中华民国最后领土啊，所以我让要入美国51州的话，入美国的话，那国民党还有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最后的根据地就只剩下金门马祖了，这个是法理，哦。
所以金门马祖还在，中华民国现在没亡啊，所以现在他在台湾只是个流亡政权嘛。中国很清楚这个事情啊，所以说我们的动作未来会是什么？真正刺伤国民党、刺伤中华民国、刺伤共产党了，这个才是我们这个团队是他们会最害怕的。以前我已经没得惊你台独了，因为他在你们台独搞不起来。共产党知道说没惊啦，台独不是我中国不让你赌而已啦，美国也不让你赌嘛，所以才会在这六七十年来一步都踏不出去嘛。所以我们找到一条真正的活路嘛。很悲哀哈，我们要用了70年才能找到一条真正的路，当然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时机刚好成熟。现在时机刚好成熟，你看美国的态度就知道时机成熟了嘛。上天了哈，上天把川普可以说是把川普赐给台湾了。如果没有川普这样的人哦，我们这个动作我们推不动。各位，如果不是川普，我们这个动作推不动。所以说真的，而且川普雷厉风行啊。川普就职才1年多一点点呢，才借主1年多一点，你看做了多少事情？他这每一件事情工作就做哦，收回委内瑞拉事啊，什么是吧？伊朗的事情啊，什么格陵兰这些东西，加拿大这些东西，台湾的事情，他会一并处理的。以他这种个性啊，带使命感的人，他带天命的人，他会觉得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年纪大了，我的任期有限，我时间不多了，我一定要再尽快的把这事情推广开来。这个你就可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哦，川普是一个什么？他是用像治理公司一样的态度在治理一个国家嘛。所以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啊，这句话是对的哈。治大国如烹小鲜什么意思？其实大国国家也很大，但是还是一样啊，把所有可能的漏洞补好啊。很多人就是什么官僚心态，我只管我自己的，我这个部门管然后留啊，至于你说你们这个国家怎么样我不管，所以到最后会变成什么？你知道？会变成到处都是漏洞嘛。一艘再大的油轮，如果到处都是漏洞，那你油轮还没有送到目的地，油已经漏光了嘛。再大几十万吨都一样啊，做再大的油轮，那如果没有去堵那个漏洞，它可能漏掉的更多嘛。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只要把什么很简单的道理，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把可能的漏洞补好，这个国家就是嘛，就是一个正确的道路。川普在这样做啊，我们很理解他的做法啊，所以我们也不唱高调啊，我们也不唱天天他妈是什么，只会吹牛唱高调，我们就是脚踏实地在做嘛啊。所以马上明天我们就开始了哈，我们就正式的把那个，就是明天我们那个中央内政部派来之后，我们把所有的形式走完之后，然后我们把那个文件交上去，100个以上的身份证影印本交上去，所有的造册完之后，那就后面内政部的事了。内政部应该在15天内就会公布了，很快，所以路是很快的哦。所以起码现在开始走起来就是很快的哦，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了哈。然后我们在台北的党部赶快找好之后我就上去了嘛，上去我就先在台北先做直播，然后我们也布置一个场地，然后再来什么，请一些名嘴来帮我来做访谈嘛。然后我们先把我们这个节目做开来哈，冲出来，收视冲出来，但是就是对外就是我就是陆美的节目，我这个节目就是陆美联邦陆美联邦之塔山之春嘛，这是我们未来的那个嘛的频道的名称嘛。然后呢，双重旗下，多管齐下，各位多帮忙去转发小影片嘛，小影片到处去发。然后呢，也帮助这个节目的什么收视率，也帮助我们51州政党台美党的什么的能见度嘛。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我跟你讲，这个空战就目前为止就天下无敌了。不要小看哦，不要小看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如果有这个节目天天再这样做的话，加上一个访谈节目的话，我跟各位讲，没有一个政党比得上我们。现在有哪个政党有一个什么带状节目在帮他推播了？有没有？国民党、民进党都没有，好不好？对吧？国民党嘛没啊，民进党嘛没啊，是不是？但是我们是唯一有一个专属的节目，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是会长大的，好不好？长大之后，这个党，所以我们这个政党台美党做起来机会是很大的。
民进党有节目啊，有哪个常态节目我没有看过啊？我就算有看过，也不是很那个啊，没有收视率不是很高嘛，就是它没有形成一种精神的象征。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这个党是成为精神象征，带领全台湾的精神象征，这又不一样哈、哦。有民众之声啊，我都没看过啊，你们也没看过啊，表示他没有做开嘛。他有做到说，哎呦，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节目在看了，那就不一样。有节目跟有啊，护国党他有开一个这个 YT 啊，护国党有开啊，那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他节目也没几个人看嘛。我们讲不是这个意思的哈，所以我们讲说要做开来哈，做开来相辅相成。对啊，民众之声我都没看过啊，听都没听过，没有看过了哈。对，台美党，哎，这个唐颖你说的很好，唐颖是有概念的人啊。台美党宗旨之一啊，敦促祖国美国早日结束中华民国台湾政府托管状态。从那个麦克阿瑟1号命令开始吧，那件事这个是推过去嘛。本来蒋介石也说嘛，蒋介石写信给陈诚，他承认，他日记上也承认哦，中华民国只是什么盟军把台湾托管给中华民国，他是个流亡政权，是个托管政权，本来是托管2年嘛哈，托管2年的时候，结果呢，结果到今天他也不放嘛，啊，是不是？好，Cody 30块懂了，谢谢。如果美国这样支持台湾经济，台湾人如果还看不懂，继续选蓝白的话，硬跟美国作对就是自寻死路。对 ，Cody 这件事在讲什么？不要小看我们台美关税，我们台美关税，结果我们拿到条件是全世界最好的条件，最好的条件。虽然我们跟日本、韩国都是15%，对不对？可是我们投资美国是只有2500亿美金哦，日本跟韩国各是5000亿跟5500亿哦。为什么说我们是2500亿？我们是2500亿的投资，然后再提供2500亿的什么融资啊，给这些我本来比如说台积电他们会去投资2500亿，对不对？然后这台湾政府会再提供2500亿给这些投资公司做融资嘛？啊，各位，这件事情一定要把它说清楚，这是台湾最大的胜利。因为只有15%的关税是最低的，而且我们只有23%的商品是适用15%，其他全部免税，那代表什么？代表在这个关税战，我们是全世界第1名啊！中国47%，你知道吗？我一直跟各位讲哈，10%、20%都是可以接受的哈，47%跟50%一样的，其实到了40几%。到50%，这个生意就不用做了哈，这个生意就表示什么？你在流血输出了嘛。中国还坚持要做，你们都起码47%啊，川普该缓1年，就说200%那个事情把它缓1年嘛。但是缓1年之后还7%都连台积电，如果47%连台积电，如果要扣台积电的税，他47%他都做不了。台积电也才50几%的利润而已嘛，扣掉47%那也要搞屁啊！何况中国那个都是35%的利润而已，扣掉47%根本就是流血。这个就是让你什么？让你中国继续流血输出，流到你血流干为止。邓丽君做得很好哦，你不要这件事情，我们要给赖清德政府一个掌声哦。这个是他最近极少数做得漂亮的一件事情哦，是吧？终于谈出来了嘛。好。张忠谋当年就说我人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台积电能够在美国设厂，这是张忠谋的心愿。现在美国帮你完成，而且美国来求着你完成，这表示什么？族谱对吧？是吧？攻守易势了嘛？那为什么赖清德让张忠谋这样讲？我跟各位弄一个概念，你一定要把它让清楚一个概念。黄仁勋说，未来晶片的成长率会增加1万倍。需求量会增加1万倍，他不是说这2天又说一个算力会增加10万倍吗？算力会起码现在算力已经很吓人，你看台积电天天做，每天做那么多晶片了，一天几万片的晶片，几万片的不是几万颗哦，12寸的一天就几万片哦，所有的厂，台湾现在还在盖11个厂哦，所以台积电现在全台湾加几十个20-30个厂了，然后美国要求你
台积电在美国盖6个厂，现在还要再加盖5个厂。各位，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首先，张忠谋认为他人生最大的目的、最大的希望就能够在美国设厂，所以对美国设厂对台湾是好事。其次一件事情，刚刚讲了，未来的需求量这么高，如果台湾的晶片要再成长1万倍，我就问你，台湾有没有干嘛？有地方盖1万倍的厂房吗？哈，有可能吗？你讲我听嘛。就算你有那么多地啦，你有水吗？那么多水吗？你有那么多电吗？你有那么多？所以呢，这个时候让美国帮我们分摊一些水电人才，还是台湾公司啊，还是我们公司，还是台湾人在管理的啊。很多讲说什么啊，那个什么台积电股东的75%是美国人，这种东西就是你就是没读册，这公司范围里啊，这是中国小粉红在讲的，那个叫 ADR， 那叫存托凭证。美国的 ADR 现在是值多少钱啊？美国 ADR 350哈。台积电ADR 在美国现在350，这换台币是2200，就它现在1600变1700那边回去，可是台积电在美国是2200，也就是说至少台积电还有100块的成长空，表示美国人认台积电到2200，台湾只敢接受1700的价格，就是它的价，那表示什么事？表示美国才真正看好台湾，因为什么？台湾就是因为这些蓝白这些人。把台湾人搞得没有信心嘛？其实台积电远远不止这个价格。好，未来如果有1万倍的成长，台湾哪有那么多土地，哪有那么多水电？所以呢，我们把它把它分散到世界各地，这本来就是应该的啊。这我们去世界各地投资，这个厂还是我们的啊。至于你说这个我们的股东的70%几是美国人，那个是没有读书的说法，因为那叫 ADR，ADR 叫存托凭证。存托凭证只可以分红、分股息、分股利，但是它没有没有决定没有投票权。你有说，我75%的股内我把董事长换下来，魏哲家你不要干了，我的美国人来派一个人干，可能吗？你没有资格。美国人你买台积电的股票，你给他单分钱啊，你只能等着分钱而已。经营你是没有权利介入经营的，如果他介入经营，那美国人早就，我75%哈，我美国人75%股份，我把你位置交换下来，以后你们整个经营团队都换我美国人来，为什么一直没有发生？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格。这个怪谁？这怪你国民党啊！你国民党把40几的股份，为什么你们那个你们国民党把它卖光了哈？卖到剩下6%啊，就是因为你们国民党你们国民党对台积电没有信心嘛。所以你大量卖股票嘛，所以那时候只能只能让美国人来买嘛，但是还设定一个叫存托凭证，你美国人只能买，不能介入经营，这是最好的解决。要不然什么？不然怎么办？谁让你国民党要把股票卖掉？所以这些王八蛋啊，这些国民党在想台积电美国的厂，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自己本来占多少股份啊？你40几%的股份呢？你自己把它搞成这样子，笑死人！你国民党如果国发基金的，不要说国民党，当时是国民党执政的嘛。国发基金如果那时候没卖的话，我跟你讲，台湾的税率我靠，台湾就嘴税都不用征了，就只靠台积电的税率，台积电红利光台积电的分红，结果这分红有40%几是分给国家。我跟你讲，台湾税率总预算基本上都差不多够了，但是这是你国民党执政时候的最大的错误，不要再拿出来丢人现眼了，好不好？是不是？丢人现眼了哈！啊，所以这些案例呢就是说再把台积电去美国投资这件事情拿来说。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这场仗打得非常漂亮。我们要我们要平心静气的把这件事情做清楚。赖政府在这件事情是做得很漂亮，是做对的，而且是做得很漂亮啊。国民党当年卖光了，剩下6%，是什么？是张忠谋去跟国发基金讲说，你们不要再卖啦，连你台湾政府都卖光了，以后全世界怎么信任我们？他妈的，这些国民党这些王八蛋让
所以你们每个人说，哎呦，国民党很厉害哦，什么当年孙运璇把那个什么把台积电找回来，对啊，你们国民党确实有几位优秀的人嘛，比李国鼎、孙运璇这些我都承认了。问题是后面都是一群垃圾嘛，叫笨手嘛，要不然怎么会把股份卖光呢？这个东西不用再吹了，根本在那边做，好事也是你们做，坏事也是你们做，因为你们执政嘛，执政本来就是嘛，你要承担所有责任，对跟错的责任都要你来承担嘛，是不是？对啊，最先进永远在台湾，这是不用讲了，最先进永远在台湾，因为它这一套台积电它最先进的东西，是因为它制程上的什么，在优化制程这一块，就是属于台积电车间的，我们都很顶，有这什么，这生产的制造生产过程的工程师，这一群人是很厉害的，好吧？台湾研发有分两种，一种在实验室，一种在现场啊。很顶在钢领书拢博士以上，都博士以上啊，他们是能够把什么，把一个制程的良率可以提升到最高嘛，因为他们会所有的细节都很讲究嘛，细节很讲究，所以说这一群最优秀的人最优秀的人来干车间这感觉，最优秀的人来做现场，这是最难的哦。世界各国现场博士都不愿意到现场去了，博士都要在办公室啊。那台湾的很多博士愿意在现场，他们可以把这次制优化到最好。这是台湾人脚踏实地的个性，所以我跟你讲，我们看到台积电的工程师要给他鞠躬。我跟你讲，我真的跟你讲过这个话。我们同学很多台积电了，所以过年我们要聚会了，嘛。我跟你讲，我每次聚会都会看到我们很多同学台积电的同学来，我是真的跟他们鞠躬，我说台湾，你们这才叫做台湾的英雄，你这是台湾的英雄啊，默默的在守护这个国家。他们都没有去美国，他们没有去中国啊，因为没有买，我们一个都没被收买，包括我们家里的晚辈也没有一个被收买，没有人说我去中国，没有人说去美国，他们都没有去，都愿意守在这一块土地。人这有素质的人就是跟你不一样。我喜欢低三下四的人，他妈的那群人，那小草啦，那些低三下的多1万块他就被收买走了，没有那个事啊。台积电钢领书其实被收买就那些而已啦，也没有很多啦啊。你讲梁孟松比多少清华人过，张汝京比多少清华的工程师过，那就那1000多个啊。台积电6万的钢领书的清华还剩下，好，所以台湾人还是对这个事情要有信心，我们共同守护这块土地。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最多就是在后面做什么，做宣传而已，真正第一线打仗是台积电这些人，好不好？这是台湾了不起的地方哈。好，对啊，而且我讲了，在美国再盖5个厂，重新盖5个厂，美国再重新盖5个厂，并不是说台湾的厂要减少掉啊，台湾还是这么多在增加，台湾现在11个厂还是在盖。没有说哦，美国还要再加盖5个厂，那我们台湾就少盖2个。错，未来需求量大到你想象不到。只要你有足够的资金，你可以随时再多盖，越多越好嘛。2奈米量产早就被包完了，也就是说越先进，基本上呢越先进的技术那个产能越不够。为什么？因为所有最先进的东西都在等你嘛，要等你的晶片嘛，是不是？马斯克很快就要人形机器人出来了，人形机器人那需要的晶片是加西朗的，所以我不是讲吗？马斯克那个什么电动车算什么？电动车是在为他的人形机器人做什么？做数据的什么收集嘛，资料库的建立嘛。那未来用马斯克的什么电动车收集的这些资讯、这些记录这些什么 data 就会成为他的机器人的什么的大脑嘛，就是那样。马斯克做一步一脚印在做的。我只能跟你讲，马斯克真的不是地球人了，他是地球人我不相信了。一个地球人会有这种思维，我不相信，不太相信哈。所以世界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世界是站在那这边哈。好，讲这些就没有什么人听啊，600多个人讲科技实在是很难引起共鸣。0800 150块，懂了谢谢。Hello， 廖董想问一下，在中国读书工作，然后渐渐被中共给收买，觉得都是些什么样的人？都人格特质呢？我跟你讲，都是一些什么服从权威的人，没有骨气的人。
人有分很多种哦，有些人就天生就是嘛叛逆，像我们这种叛逆的人哦，一辈子不像权威，我们一向的不服从权威的哈、哦。所以我常常想，我小时候也会跟老师吵架嘛，我大学也跟教授吵架，我看不惯我就跟你干嘛，是吧？像我们这种谁都什么受不了，有一种是把学分不过要可以去给教授什么，教授你都要给他打扫那种的，那种就是随时都会被人收买。他们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那一种，这种人一看就知道没有骨气的人，没有骨气的人就会被收买。但这种也没有什么出息，我可以跟你讲，我们同学也很多这样。那个时候电站不过的话，他们都就我们去那个告修引导不要扫那样。我听了我们佩服我他妈快吐血！我说你怎么干得出这种事来啊？对吗？过就不会再重修就重修，有什么了不起？这是每个人个性啊，就属于那种服从权威本身什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那样的人。包括他认为留在中国舔中共是有好处的，这个就有所求嘛。可是他们这种常常会什么？常常会看错，因为中共没有你想那么好，你去舔他也没用，因为他现在不行了，好不好？所以这种人到今天还在中国，一些人就这样，是不是啊？对呀、对呀、你这廖董，谢谢你为台湾纳入51州。我跟你讲哈、哦，各位，如果台湾真的能纳入51州哈、哦，我们这些人都这样子嘛，我们这些人可以跟指数吹很多年了，对吧？我们可以跟指数吹很多年啦。第一个提出来是我们这个团队啊，然后我们真的去成立政党，我们真的去努力去做啦。这个是我们真正产生影响的。我们不是在一个族群，在一个群里面天天那边喊没有用的，那个叫密闭空间啊，好不好？这个群里面叫密闭空间啊，我们政党叫做什么？开放空间。我们节目叫开放空间，我们可以给无限多人看到嘛。你群里面一个群里面，只要你没有进去，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叫密闭空间。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就是做这些事，开放空间，产生无限的可能。我们一步一脚印，只要政党成立，我们一步一脚印的做。我们刚刚讲的，多印一些旗帜哈，让年轻人，甚至做一些贴纸啊，让年轻人贴在他包包里啊。哎呀，这个时髦啊！现在最时髦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年轻人最时髦是你背包背一个什么，贴一个什么51州党徽党旗哦，你懂吗？哎呀，你真的是赶得上时代了。这个东西真的有可能产生台湾的一个思想的什么一个飓风，风台扫过哈，如秋风扫落叶，这个概念以前没有过、啊，以前没有人推广过、啊，这种事情大家都是心里想不敢做，终于有一个团队出来做了，终于有一个团队出来做，而且产生一定的声量，而且什么各处在各地在什么在冒出火花。就我刚刚讲那个不是我们团队做的、啊，那个不是我们团队做，听说他们做10万面的旗要多少钱呢？要几十万呢？已经有人在做啦，那开始已经有人挂啦，那表示什么？这个是有市场了。笑脸让年轻人，你们知道什么叫时髦吗？现在最流行什么？你知道吗？51州现在最流行了，你赶快来跟我索取这个什么？那所以这个党旗啦，这个党徽啦，这个什么，这个贴纸啊，这就是未来的方向，哈。去中国拿博，我跟你讲，中国如果有人拿中国博士，你都要把他唾弃哈。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哈，没有一个像样的哈，没有一个像样的。我们护国党党主席他也在中国拿过那个针灸博士啊，他自己说了看，他从来不敢讲。他如果他觉得这个很光荣的话哈，他会讲，他只私下跟我们讲，他也不太敢讲，因为他知道那个都是骗人的。他说他前天跟我们讲的嘛，一分手没过嘛，他分数没过嘛，他跟那个教授喝酒，因为他是在中国做生意嘛，他就是有钱的嘛。那教授看到你台湾来的商人，哇靠，你有没有过都给你过好不好？对吧？他自己说的啊，这个东西有什么？反正他也不靠这个生活了。他现在已经不靠这个学历吃饭了哈，他也说不用我就因为在中国的学历台湾不承认嘛，中国学历台湾不承认，尤其是医学方面的学历台湾不承认嘛，所以他无所谓嘛，我把他讲出来他也无所谓，他自己这边讲的、啊，他根本没有过啊，
他的那个论文最后没过啊，只是他跟那个他那个教授跟他很好，他天天带他去酒店去卡拉 OK， 对吧？他就把他让他过了嘛。这就是这样，这是中国。尤其台湾人到中国的学历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不要相信，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哦，哪一方面都不行。所以为什么在台湾人如果去中国拿学历的话，台商不要的。我讲一个我亲身遇到的嘛。我儿子毕业之后嘛，我儿子毕业之后在台湾没有找到好工作，然后我就带他去中国嘛。去中国之后呢，我就帮他介绍了一家那个台商鞋厂，在东莞的一个台商鞋厂，那也不错啊。他一进去，他的薪水就5万5嘛，就那个时候算不错了哈。大学刚毕业生薪水起薪5万5，包吃包住嘛。反正在我工厂附近，我就有空没空就把他带过来，带到我工厂来嘛。那反正就跟我在一起，我就觉得很好。然后我那个慈济一个师姐，她说：“哎呀，真的那么好啊？啊，可以啊！哎，引招干，她女儿读什么？读北京的什么外语学校哦？北京外语学校分数是蛮高的哈、哦。就是说，但是台湾人可能他有打折，对吧？他觉得哎这样很好啊。结果他也是找那家工厂啊，那在后街那种叫绿洲啦，讲你知啦，你就找绿洲嘛，啊，透过人去绿洲找。我跟你讲，人家这一看啊，带了个学历啊。”啊，没准省，台商要求台干是看台湾学历。我再跟各位讲，不要去他妈傻逼去中国读中国大学，然后想要这样就可以进入台商学校，没有台商工厂不认你这一块。我亲身经历过的，我那个师姐的女儿读北京外语学校是个很好的学校，看我儿子进到绿洲去的时候，他也要进去，还透过当地的几个跟绿洲人很熟的人，结果人家一看学历啊，中国的学历啊，这个没准省。我亲身经历了哈，有些东西都忘了讲哈。就台湾人去中国拿学历是不被承认的，有啦，早期有啦，比如说我一个同学的弟弟，他在政大当什么政大政治系还是什么系的系主任。我就觉得这个家伙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就不是很优秀啊。从小我看他长大，我没有觉得他很优秀啊。结果才知道说，因为他在北京拿了政治学博士，所以政大那个时候为了什么？为了跟中国能够什么？能够跟中国接近啊，所以他用了很多去中国拿博士的系主任哦，叫什么？王文祥，不记得，王文杰，王文祥，不记得，反正你可以找得到了，有个叫王文什么的系主任。其实这个就平凡的，这我从小看他长大了，那有什么了不起？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啊，可他为什么可以拿到什么？可以当到政大哦，政大的系主任，就是因为什么？他目是委外，最早进到中国北大去拿政治学博士，好吧？口卡30块，董谢谢。请问廖董，台湾是目前唯一取得232条款最惠国待遇的看法？这个代志就是这样啦。我一直讲说，为什么全世界都定了，只有我们定不了？因为台湾是可以什么影响你美国一切的嘛。这个就是我讲了，台湾是可以要你美国的命的嘛。全世界加起来，全世界武力加起来乘以5倍都干不过美国啊。可是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动美国，就是台湾啦，对不对？我今天不给你，你他妈的全国妈60%以上的企业要倒。你全国嘛至少50兆美元的产值要垮，所以台湾是对美国是非常重要，重要到什么可以动美国的命脉，所以我就知道台湾给台湾的什么关税不可能高于日韩，所以最多我那时候讲最多15%嘛，也可能就是15%，所以我那时候就讲，我甚至觉得可能在10%到15%之间嘛，这个节目都可以再找嘛。不可能高于日本、美国、韩国，因为我们是唯一的嘛，对中国是有影响力。但是呢，这个事情他又要谈很久的原因是什么？不放，因为我知道我有筹码，我干嘛接受你？我来啊！所以台湾可以僵持，就是因为我有底气，我有筹码。你没有筹码，川普队长，你有没有卡？你有没有卡？就是你有没有筹码的意思嘛？你有没有牌的意思嘛？川普常讲说啊，你搞牌，你有牌吗？你有筹码跟我谈吗？就是台湾是有筹码的，
台湾最后我们拿到最好的嘛，最好的待遇嘛，必然的啊。再狠一点，如果是我们团队来谈又不一样了，搞不好我可以让你10%、5%，我跟你讲，没跟你绑的哦，我讲，川普这种人哦，我跟你跟川普绑的，他不会看不起你，他会尊重你。伊就是流氓啊，流氓就惊比我流氓的人啊，比较流氓的人是我啦，我如果是有那一天，我就比他还流氓。我跟你讲，要绑流氓，相比较讲谁比较流氓？因为我们看透了，我们筹码，我那筹码是实实在在的筹码，我们筹码不是妈空画的，不是在空中画出来的，是结实的筹码，我们可以要更好的，去可以要更好的条件。不过这样已经可以了哈，因为什么外销嘛，外销这种东西，我只要比竞争对手好一点就好，我就可以多卖一点了嘛。啊，至于那个什么几趴有差吗？没差。啊哪讲？啊我跟竞争对手，我赢竞争对手就好了，我其他不管了。啊，其他你给我15%，那我涨价15%，我总有办法。我汇率降15%，我总是有办法应对的。所以我们只要赢过竞争对手就好，我们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条件了。所以这次的关税，美国的关税打了全世界就打不到台湾，甚至也给台湾某一种程度的保护伞。好，你要甲看就清楚啊。所以说，台积电现在股票突然出现到3万，你有这股为什么突然到3万？现在人家已经看到4万了，好不好？对吧？为什么？打到这个关税最后对台湾是有利的嘛？啊，就是这样啊。就这台它都是相关的，所有事情都是相关的。台湾股票不会突然跳到3万哈，不会讲熊跳3万，不遐好康的代志，是因为一定有某些事情发生了嘛。某些人发现就关税，原来是这个关税是对台湾最有利的关税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3万5，我在看是4万啊，有没有可能急行军一次造4万是有可能的哈，因为当每个人都目标都放在4万的时候，就会上去4万。上去4万的话可能某些炒家赚到钱了，一般人可能眼睛那个眼省的时候已经到4万了，你再买你就亏了嘛，4万他可能就开始动荡，或者是下来一点，你那个时候再买你就垮了嘛，你就亏了嘛。这现在是买是还可以的，现在是还可以哈。科技的聚落在台湾，这个真的是太漂亮了。橡胶会涨，你不要问我这个，我不是做股价的，我不是做股市，我不是经济老师，我是看趋势而已，所以没有办法可以看到那么细。经济在整个科技业好像没有太多影响，现在只要跟科技业碰到就会赚了。你看呢？我个群创啊，我实在讲的群创，我目屎有没有流了？我之前就讲过，我埋伏在群创，对不对？我12.5块，12.5块买的，今天2.5啊嘞。结果那天因为朋友要借钱，我把它卖掉，结果我卖到第二天、第3天就涨上去了，到今天一上去就不回头，12块到25起1倍哇呢。哎，本来我可以赚几10万、30-50万的这30-50万对我现在很重要，你知道？对我现在很重要，结果没赚到。就直接狼的，我看对，我不是没有看对哦，只是你都不会的偏财运的人，你就最后1分钟你就，直接最后1分钟我真的会卖掉啊！我就真的想说，我随便人家买，我12块我买的，我13块都是卖了，因为要用钱，实在是就不甘愿啊！但是我懂，应该想一想就是这样，人有些人啊，你不太前面挤哦，天注定，所以我以后真的不再碰股票。我看对看错我都赚不到钱，天意啦啊！哎，群创其实我是不是早就讲我埋伏在群创？我看我是看了他的伞形封装嘛，他做什么？他面板一直在亏钱嘛，所以亏到11块嘛，跌到最多的时候跌到11块嘛。但是他有一个伞形封装的事情，听说伞形 SpaceX 下单给他就规就跳起来。那时候我就知道伞形封装慢慢发酵出来，它会涨上去的。没有办法，你看对，你还是没有，哎，你看，可能到5万，细盘是一定会有的，4万是一定会有的，5万我不敢说了，5万都超过
比日本还厉害的是吧？百年腾飞，基本我是不敢讲啊，因为已经3万多了哦，现在已经算相对已经算高了嘛。它是不是会有一个什么？它是不是会有一个回档整理？我不敢说了，我不是股票不是股票师啊、哦，但是我是觉得，你如果要买的话，要不然等啊，等它回档嘛。前阵跌5年了，没涨上来之前还在12块，你讲没来讲啦？你说怎么办呢？怪谁呢？我啊，你讲啊，现在做所以各位不要借鉴别人的因果，是不是？人家真的很困难，要跟我借钱，跟我没关系啊。我心软了、啊，我又没钱，我就说啊，好吧，那我就把股票卖给你嘛。就一卖它就涨上去了。啊，你讲啊，怪做好事的，应该是上天，应该是我做好事，应该最没有代志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做好事就会赚钱了，做好事人都不会赚钱了。我这一辈子做好事真的做太多了，好不好？但是有没有好处？我身体不痛了，我这个折磨我30几年的僵性脊椎真的治理好了，这也是一种好啊。所以说，也就是说，我命里哦，真的没有偏财，但是我有正财，还好只要我专心做一件事，我是能赚钱的啊。这个讲呢，不遗憾了，不遗憾了。但我真的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了。你想去帮别人帮什么？其实都伤害了你自己，你知道，因为你要扛人家的因果嘛，是吧？这个代际啊，这种事情啊，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是这样，因为他今天过得不好，跟他的行为一定有关系嘛。他今天会变别人现在好的过了生活好的不了，他在那边生死线求挣扎，他一定有他什么，有他某一些不足的地方嘛，在顶端看下面还是什么就不知道哈，这么，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是不应该去管太多的，好不好？你们70懂一些。补充一点，美国对台湾15%关税，结果国众两党网军及支持者看了不爽，疯狂洗地，给民进党出卖美国吧。我就觉得实在是不爽什么，总比出卖给中国好啊！真是傻眼又无言，对啊，因为他们的祖国47%啊，怎么可以呢？中国呢？你美国磕中国磕47%，怎么可以磕台湾15%呢？那明明就一个中国啊，信不信？台湾应该跟着中国一样被磕47%了，对啊。他们就想要说这些啊，没关系，你敢讲啊？你好人讲，你让他讲，他妈的，他们敢讲就好玩了，你知道？他们真敢讲这个话，我跟你保证，今年年底不要选了。我在等他们啦，等他们把这些话讲出来呢，对不？信不信？我在等他们把这些话讲出来啊。他们今天不爽就是这样啊，我的祖国47，你台湾15，你凭什么？你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好啊好啊好啊，中国一部分啊。如果敢这样说，你们台湾就真的，你在台湾就真的不用选。这些做生意的谁会放过你？我们就去宣传这些就好了。啊，台湾15%，中国7%，众人啊，亲共舔共，骂的跟什么一样啊？没有一点点鼓励，对台湾的什么工业商业的嘛，完全置之不理，只是为了什么效忠他的什么他的祖国，去光为公共一直斗啊，你听吗？呵呵呵，他们一开始就说黄国昌谈了，你黄国昌还在飞机上，人家这个事就定了呢。可不可啊？30块等，谢谢。请问廖董对港媒说，大陆警告美关税 MOU 若不撤销，一切后果美国承担的看法？这个不是消委吗？但要人家撤销，啊，谁理过他？我觉得你得看中国有要求哦。台湾的比较优惠的关税，他不高兴，他要去叫美国撤销，要叫美国跟我们跟中国一样47%，让这个东西传出去啊，宣传出去啊，让台湾人知道说，哎，中共啊，中国在抗议啦，抗议美国给我们太低的关税了，他要什么？要美国要美国什么承担后果了？来啊来啊，这关为这个话要大量去宣传了啊，太有效，太有效了。呵呵呵，
连蓝的工商协进会都对政府很满意，对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也是这个工商协进会的人啊，他常来找我聊天啊。他说工商协进会里面80%是拿的，20%是劣的。但是我跟你讲啦，像这样的事情，这个关税谈到这样的，这些人只要做生意的都会很满意的，不用这样讲了哈。还有啦嘛，不是说科美内衣是吧？好像说听说是吧？听说是要跑到俄罗斯去嘛？那我们就想，他为什么没有跑到中国？俄罗斯现在是战火遍地，俄罗斯在处于战争状态耶。伊拉克可能已经随时可以打到莫斯科，为什么科梅内伊他愿意跑去俄罗斯，没有要跑去中国？中国不是很安全吗？表示什么？在他们的眼里啊，美国的下一个对手就是中国。他怕美国吗？美国像对付委内瑞拉一样对付中国，所以科梅内伊不愿意去中国，到俄罗斯去了。所以从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看从他们实际交战国的经验，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是认为美国是会动中国的。哈梅内伊啦，不是说科梅内伊好，那翻译没关系啊，那个差不多就好，知道在讲谁就好。那表示什么啊？很多人是认为美国有可能真动中国，只要你中国敢动台湾，美国是真的会动你。为什么？就讲啦，他不能失去台湾啦，台湾的晶片没有他怎么办？没有台湾晶片，美国怎么办？是不是？毕竟台积电在美国现在只有2个厂在量产而已，虽然有六个厂，后面再5个，还有总共这样11个厂，对不对？毕竟还没有盖好嘛。啊，就算11个盖好怎么样？它能满足美国多少？也满足不了美国1/3的需求啊。大部分还是得靠台湾啊，是不是？所以说美国的台积电至少先满足了美国军工用晶片啊，其他的东西还得靠台湾哈。那很简单啊，我说在面对美国要求你去美国市场，台积电只有一条路走了，他应该知道了哈。如果跟台湾卖一样的价格，50%几的利润，如果跟台湾卖一样的价格，美国的台积电厂只有8%的利润，8%未趴利润。未趴利润那就比传产还要传产了哈。所以呢，台积电在美国必然要涨价，因为你的成本高嘛，所以涨价嘛。台积电想聪明的想呢，你本来你的成本就高，我涨啊，我涨1倍以上嘛，我涨1倍以上的价格，那怎么办？怎么样？你自己选择嘛，你需要在台湾下单还是在美国下单嘛？你终究还是回台湾下单了，除了那个精密的不能再精密的，像国防那个不能再精密的，那个不能机密的不能再机密的，而且什么不计成本，国防的晶片是不计成本，所以那个东西留在美国做，其他的只要台湾人跟台湾讲来，美国价格比台湾贵1倍以上，甚至贵2倍，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啊，台湾生意还是做不完，而这是我们控制的，在美国市场也是我们的厂，好吗？在美国市场不是美国的厂，是我们的厂，只是我们在美国什么利用你的劳工，利用你的什么水电赚你们的钱，这有什么不好？很好的事情哈。对啊，美国人能去台湾嘛？笑死人了。对啦，我们应该把我们台美党的价值就是右派政权嘛，我们是右派政党，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发挥到极致。我的价值我要让你看到，我有1分价值，我要把它扩充到5分价值。结果台湾现在是5分价值，只用到1分的价值。我们有5分的价值可以拿当筹码，我们只用到1分。美国故意假装没看到你的台积电，每次谈到这些东西啊，他就故意假装没看到台积电的效果，但又要强迫你过去，就是这样。因为台湾人不够强硬，台湾人有筹码在身，不敢，会被人家什么？你的价值会被人家低估嘛？跟你讲了，像我们这种人来做事，一定会让人什么价值高估，很多倍的高估，而不是被高估而已。现在台湾的政府就是被人家低估再低估，明明这个什么筹码在那边，你不敢用嘛？你手中的一把宝剑利剑，从来不敢出鞘嘛，人家当作你没有嘛，是不是来讲？全世界英雄侠士在行走江湖，手提3尺剑走遍天下，
结果你这把剑从来都没有出鞘过，所以人家当作你没有剑嘛，所以你没有剑你就没有筹码嘛，你没有筹码，林北就不会惊你嘛，就是我们谈判的弱势嘛，对吗？是不是这样？终于这一次关税有稍微用到一点台积电的能量，所以能达到全世界最好的条件，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看法看起来没有什么，跟你讲，你注意听我们台湾这些平民百姓的看法，绝对可以什么行走江湖，结果什么叱咤风云，没有人敢挡你，好不好？金价侠客啊，可不可以30块等一下？请问廖龙对民进党准备招柯文哲选江市长的看法？很好啊，非常非常的好啊，非常非常的好啊，因为台中是吧？台中也是小草的重灾区啊。是吧？然后让他跟那个是吧？跟国民党去抢票，小草不会投给民进党，你放心啊。所以柯文哲的台中了哈，现在就是民进党台中那个何家和什么不管了，我名字叫不出来。民进党台中的那个候选人实力有点差了，有点弱了。如果台中有派一个比较强的人来讲啊，这种局势的话，对民进党候选人是有利的啊，所以要鼓励柯文哲来啊，鼓励他来。但是我就不想讲他的名字，我不知道这样，为什么六都市长挑不出一个像样的？没有办法了，这不话的讲啊，我不爱讲啊，给讲给了啦，给讲已经很多人很怨我了哈。民进党人已经恨我恨得要死了，民进党现在恨我比恨那些国民党还要恨，我都快笑死了。KSP 30块懂了，谢谢。2008马一当选，好多 IC Type 都不见了，对吧？当然啦，马英九他本来就是卖台湾卖的最厉害，就是他，什么奇怪？马英九他卖台湾，而且那个时候台湾真的很弱。弱到什么？中国要来欺负你了，不是那个紫光吗？他不是要买你吗？那个不重要哈，连台湾的所有的什么农业科技都被他拿过去了嘛。我可以跟各位讲了，有害死了多少这些农民，你知道吗？我知道的哈，台湾的农民到中国去做什么去种那些台湾把台湾技术弄过去的水果。没有一个水果技术没有拿到中国，所有水果技术都拿到中国。水果真他妈的营养不良，可是经过台湾人改良之后，那个水果才变好了，才变好吃变高，那个全部马英九干的。而我跟你讲，这些到中国去什么投资做农场，没有一个赚钱，全部血本无归，尸骨无存。相信我，因为他那时候给台湾人我那个农地很优惠，你知道，给你一次可以什么20年，租20年，而且一亩地才好像几块钱而已嘛，就给你很低的价格，其实这就是骗你嘛，骗你过来把技术带过来嘛。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没有一个赚到钱，为什么？中国的水果是很便宜的，好不好？中国人我跟你讲，中国人吃饭都快吃不起来，还吃水果。哪怕中国很有钱的时候，他水果也很便宜。因为苹果一斤头3块至5块人民币呢，大概就是这样而已。那橘子呢，都是一斤3块多2-3块人民币的，它一直是这样，所以那个第一价格卖不上去，第二技术被他抢走了嘛。所以你说台湾人去那边开个农场都要请工人嘛，只有血本无归。至少据我所知，一个赚钱的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但是他们觉得说，哎呦，我台湾人我有钱哦，他不能台湾的土地台湾卖几啊价，厝卖几啊间啊，去中国开了他回来，然后什么？至少他觉得说，对啊，我在那边很有那个很有台湾人的气势啊。然后他很多女生会投怀送抱，这可能他们一辈子没有办法遇不到的事嘛。所以台湾的农业科技在马英九时代，如果马英九这样的人再继任者跟马英九一样，台湾就垮了，台湾各方面全垮光了，好不好？所以还好是后面是，所以我早就讲，台湾如果后面不是美国压在这边了，如果没有美国压在这边，我可以跟你讲，你台湾早就没有了，早就没有啦。你在中国这种全面的什么渗透之下，你根本
台湾人根本挡不住哦，就只能靠美国，好不好 ？Really Q 加入会员12个月，喜欢廖总的分析。话说最近真的很多人在说加入美国话题有破圈了，嘿，真的、啊，只是右派政党是不是就不能安乐死了？长照问题真的需要解决，不然大家只能断食善终。最后台积电外资那一段一定要剪出来，一堆灵芝你说台积电外资又不学小额投资，还一直造谣美积电，马英九就是害死台湾真可恶。对啊，这个一定要让各位讲，让美国的什么，我们所谓的我们的外国人的股东，他是叫什么 ADR 叫什么？存托凭证只能够分股息、股利股息，他不能参与投票，不能参与经营的投票，所以70%几是美国人，他依然不可能指定一个总经理，不可能指定一个董事长，就这个东西讲清楚就好，好不好？说了，右派政党就不能安乐死，这个不一定哦。右派政党不一定是这样哦。右派政党是个保守政党，没有错。右派政党是比如说以台湾为中心，不在那个圣。右派说我们没有圣母了，我们一切将事就事啊哈，就是什么，就依法行事嘛哈。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就是我们右派的想，我们不会像左派那么那个爱心泛滥到什么什么，是这样而已。因为他们左派已经爱心泛滥到极端了，然后伤害到正常国民的权利。为了爱心泛滥，结果那泛滥造成那些什么他们去保护犯罪人的人权，却不保护我们这些善良人民的人权。所以右派跟左派应该这样分比较好。所以你也不能说右派就不能安乐死，这个东西还是要社会的共识。我觉得这个不在右派跟左派的范围，我们只是什么保守一点，我们将事就事论事，我们不再让爱心泛滥而已，就这么简单哈。KXP 消失的 IC Type 好像是美国国防的，是啊，就是这样哈。对啊，美国是台积电股东，这个谁都知道啊。这个我刚讲了，台积电股东为什么美国是台积电股东？是因为你台湾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国发基金会把股份放出来嘛，他们开始卖嘛，对吧？那个时候他们也赚了，他们好像是台积电在涨了1倍2倍，他就卖了，就像什么，就像台塑嘛。台塑原始股2亿耶，他们说台塑那原始股2亿如果不卖，现在大概值1兆多哎。结果他那什么，他2亿买的，投了2亿，然后股票在17块多就卖了嘛，等于赚了7成，他就卖掉了嘛。其实他可以赚几百倍、几千倍的嘛。2亿可以变成1兆多，你觉得那个几倍？你自己算就好了嘛。5000倍呢，2兆变2亿变1兆，那是5000倍。各位，可是你看，他1.7倍就卖了嘛，这个就是这样啊。每个人很多人就是这样，你没有，当你没有看懂就是这样嘛。不过那时候也确实没几个人相信会做成这样，因为我们那个时代跟英特尔比起来，那真的比啊，台积电根本跟英特尔是没有办法比的。那个时候只要英特尔出来横扫天下，是不是？所以说。可能那时候很多人没有不相信台积电也是合理的哈。你没有那么好，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可不可以30万短信？请问廖董，格兰乔安娜打到澳洲决赛，差点拿到100万奖金的看法。这个事情我还真不知道，你给我问你问这么偏的东西，我怎么会知道？我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好不好？这个事情这是怎么回事？我完全不知道，完全不了解，所以没办法回答你哈。你怎么搞课呢？我觉得你在考我，你知道吗？时事你可以考我了啊。这个太偏门了，不可能，我不可能知道这是，我都没听过这什么东西的。格兰乔安娜哎呦，
我怎么可能连这样一个冷门的网球我都知道呢？来，既然我无所谓，你们要考我，我也不怕，是吧？会就会，不会就不会了。我怎么他妈这天文地理，他妈谁家母猪生小猪，我都知道吗？我不要搞了啊！我本来就没有那么厉害，好不好 ？Ready Q， 这场新加坡币哈14.98块，感谢回答我一定支持推安乐死的政党。其实很多人都希望有这个选项。网络的风向大概是这样，大家都希望医疗资源给年轻人，而不是该走又不走的人，也为自己求的，怕自己将来要走不走，一定支持加入美国。好，谢谢，我知道了，你这块西中我知道，这是我始终了。你在新加坡嘛？我知道，你就以前的那 Lady Q 嘛，是吧？我知道啊。有很多东西啦哈，有很多东西我未来要我们执政之后才能推啦，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推那个啦，真的。周董代表中国队打，我怎么会管那周董呢？你觉得我这种人会在乎说周董在干什么啊？周董在我眼里就是个小屁孩哦，管他干什么？我没有那个啦，我没有那么厉害了哈。还有啦，你看了哈，这个什么国防预算的事情呢？你说古立言出来之后，他似乎已经有解了，似乎有解。怎么说你知道吗？黄国昌去美国这趟，其实回来他回来应该就不敢挡了。不过他也没时间了，他可能要那个了嘛，他可能要退了嘛。但是我就跟你讲，他们这个可能是他们什么，民众党要开始什么，不再挡国防预算的一个什么一个迹象可以看得出来嘛。黄国昌他们不敢打，美国出手他们都不敢了，国民党他们也不敢嘛。所以说他们不是国民党不是有列出几个条件吗？他说，国防部长如果顾立雄下周一能在外交委员会及机密委员会中说明军购细节，朝野政党可以协商出折中方案，就有机会说服蓝白委员。表示什么？他也蓝白对这个事情，因为美国出糗啊，美国出糗，他们就知道说，美国人要对付你们这些亲共者，实在办法太多，别傻了，你们去惹美国干什么？你们惹美国对你没有任何好处，而且人家可能真的一定会把你们弄到死。我跟你讲，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啊，美国弄这些人太简单了，好不好啊？你们到美国签证全部给你取消，有没有可能？当然可能，美国这样对中国过啦，有什么不能对？台湾这些人只要还在亲共舔共者名单，全部你们家人在美国的这什么这绿卡全部给你取消。美国会不会动这些事？我跟你讲，美国现在先礼后兵，鼓励人来啦，先跟你讲清楚，你们还没下午的话，然后就把黄国昌叫到美国来，然后回来之后可能就慢慢的一点一滴什么，一点一滴放了，不要喝大了，没有那么勇敢了。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每次讲那个什么军购预算，我都不说话吗？哇，这代志这个事情交给美国处理就好，这个跟我什么关系？我们又出不了力，我们讲也没用，美国人去处理啦。有 power 的，一下就事情就解决了哈，不可能再像什么，就像马英九那个时代哈，为了挡美国要卖台湾潜舰嘛，马英九挡这个预算挡了几十次嘛，所以那个美国的潜舰台湾没有买了。现在还想用这个招数，已经不一样了，时代不一样了。那个时候马英九那个时候，美国这种根本不管你台湾了，他不在乎你台湾了，不是那么在乎啦，因为他那时候要联中制俄嘛，那个时候对台湾是相对的是比较无视的。现在不是啊，现在所有的动作都放在台湾，美国所有的利益啊，台湾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嘛，核心利益是永远的核心利益嘛，就是这么简单哈。对啊，后来马英九想买美国已经不卖，就是呢。对啊，他们怎么敢跟美国干了？我也觉得很奇怪的。
再然哈，这些人说这句话，我不认为这些人真的有国际观啊。很多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哦。其实我们的很多想法是搞不好那些政治人物都没有的。这些人呢，其实粗俗的不得了。因为我跟你讲，这种民间选出来的人，我是最看不起的。我跟你讲，我一向不看不起这些什么立法委员啊、县市首长，我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地方势力、家族势力，而不是他真的有能力的。反而我认为他们比那个事务官还烂很多，还差很多。事务官至少还考上大学考上去的哈，这个公务员考上去，一步一步爬上去的，一步一步做出来的。他们这些什么立法委员，这都地方黑社会也可以讲。严宽仁都可以当几届立法委员，你不觉得很好笑吗？严宽仁你给他叫过来啊，你给他考一下，不要说什么啦，随便一些东西他都不懂了。我跟你保证，他什么都不懂。你看可能刚才他生囝了，好像会生孩子了，就这样而已，你知道？但这种太直接了，而我们的选民觉得可以啊，没有关系啊。你不出来严宽仁没有读书吗？你看不懂严宽仁什么都不懂吗？一问三不知吗？但是这样的人对不对？罗明才也是啊，你看罗明才讲那个话，我实在是有时候就不想去笑他们这些人，你知道？人家都已经是几任的立法委员，可是你跟他讲常识知识什么都没有，就没知识也就罢了，妈的连常识都没有啊！但去管人做人理会管这可改啊。这是我们如果真的我们有影响力之后，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了哈。还有啦，罗志祥啦，劫富济贫啦，他要求什么？全民出钱去帮那个市价几千万的国宅屋主都更了。另外，这款人哦，我就不相信他做这些事去讨好那些外省人哦，去讨好这些既得利益者。然后你们这些不是既得利益者，你不愤怒嘛？因为你不愤怒嘛，你是个穷人，你被人家劫贫济富了。他去讨好那些富人嘛，那些富人很高兴投票给他，你穷人跟人家投给他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台湾人哦，就悲哀了，现在我有时候觉得，不是那个脑容量不够哈，台湾人脑容量不够，没有看不懂这些东西啊。其实这块名根本就不用我们来谈，你们应该觉得说我的权利受损了，你怎么可以拿我的钱去补这些？哎，那个国宅一套都几千万了呢，还要去帮人做都更，不帮人做装修，笑死人了，好不好？是不是？这种这么简单的道理，可是你看台湾人几个人看懂？如果不是我们拿出来谈，他们看不懂。台北市的基本受尽了，台北市的这种素质，那你觉得还要怎么样？哎，所以我就说，台湾需要一个全民的什么台湾版的明治维新嘛。这个我真的希望有很多人听懂了，什么叫明治维新？我们全民的素质要提升了，全民的真的。全民对世界的世界观要提升，脱亚入欧，让日本你看他们一个明治维新，让日本的素质整个变不一样。日本人怎么看都不觉得他是亚洲人嘛，因为他脱亚入欧嘛，他整个逻辑都已经是趋向文明了。你觉得亚洲唯一能够算文明的国家，你除了日本还有谁？台湾还差得很远，我跟你讲，台湾要差一块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推动一个台版的什么明治维新啊！我所讲的每一件事啊，只要你执政党愿意做哈，我跟你讲，你都可以让台湾脱胎换骨了。我知道哈，我知道赖清德身边没有一个读书够的人啊，没有一个有素质的人啊，所以他没有办法想到这些。我帮你想，你也不懂怎么做嘛。我给你想，我帮你想，你也不懂怎么做啊，是吧？是不是？怪谁？怪了我都怪了哈！我跟你讲，我已经连续1个月哈，那个什么订阅数增加率是负的啊，就是说增加的比退的还少。我的增加率负已经连续大概6天了，我后台都有看到了。最近我说我要什么？我要成立政党的时候，他们对我的反应就更大了。现在这些人呢，对我的反应很大，因为我政党明天要成立了。其实我觉得可能不太跟我什么批评赖清德可能关系不是那么大，因为我要阻挡了。我跟你讲，民进党不用这样了，你们不用这样对我了。
你把我逼成敌人，对你没有好处了，对吧？我本来就不是政治人物了，我本来就不是搞政治的，好，你把我逼到成了对立面，对你到底好处在哪里？我永远都是台派人，但是你要把我逼到你的对立面，我无所谓，我只叫我差呢。我该做的事情，我现在很多事情还要考虑到，不要伤害到民进党。但等我们政党你们还这样对待我的话，我那时候我做任何事情，只要对台湾好就好，我不再考虑你民进党立场了。我跟你讲，那个时候谁死谁活还不知道了，我真的不骗你了。我战斗力很强了，你不要把我惹毛了，真的。你把我惹毛，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啊！民进党您就跳秀清点，我知啦但是你可不可以要求他做点事情啊？是不是？这很奇怪吗？我们要求他做这点事错了吗？我又不是无的放矢骂他，对不对 ？Lily Q 6.98新币。我小时候要去名校读书，在立法院某一个一官半职，都好像长辈钱不知道给哪个委员去瞧事情，然后就事事顺心。现在希望没这么黑了。现在这种事好像是几年前还有了。我堂弟去地震事务所上班，还拿了几十万呢，我就觉得很好笑。那个地震事务所薪水那么低，你干嘛要去？台湾有这种观念啊，很多这种观念啊。现在我是真的不知道了，就在10几20年前，它还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就在你可能跟你 Lady Q 一样了，你当时也是这样嘛。不过你现在这样在新加坡了嘛，你是嫁到新加坡去了是吧？好了，也很好了，新加坡比台湾好一点哈。台湾路再讲了，台湾路美现在是最好的选择，而且时机刚好对。我讲做这些代志很多事情如果你不是现在提出来，你任何时候提出来，可能人民都觉得无感。你是在讲啥？你讲这我来看无啊？但是我跟你讲，现在谈这个东西现在拿这个东西出来谈，绝对是嘛，绝对可以引起很大的回响。绿营的要加入我们台美党的绿营的也很多，说真心话，蓝营的也很多。他们都认为，所以说现在变成什么？高阶的、理性的、知识分子的绿营会加入我们这里，因为他听懂我们的话，他听懂我们不是在什么打击民进党，我们是要给这个国家找一条出路。只是这条出路，你民进党不做，我来替你做。所以这样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呦，你这样显示说你跟他就搞了，你比民进党还厉害，这样伤害民进党。我伤害你是因为我比你厉害，那你本来就该被我伤害了。我不是刻意是伤害你的，我们只是为做对的事情。如果因为我做对的事情而伤害到你，那是你不做，是你把机会让给别人，不能怪别人。你不能让整个台湾跟你一起沉沦。我就是这个态度，我绝不会让台湾跟着你一起沉沦。民进党你们已经什么？你们已经穿皮鞋了，我知道，你已经穿皮鞋。不过他穿皮鞋比国民党穿皮鞋好啦，因为他毕竟还什么，还守规矩啊。民进党这些官员，他目前为止是这样的，他为了官位，他是战战兢兢，这也不是坏事。开创不足啦，守成有余啦。民进党起码守成有余，开创不足。我们拿那个什么创党的时候的那个精神我们创党的精神来说的话，民进党它是不足。但是如果是在守成这个国家，他们应该 OK 啦。所以你看到他们的事务官到美国去什么谈什么的，目前为止还行啊那就是吧。那总是台湾要有一个团体是冲到前面去的嘛，冲到前面去的带领台湾这个党，你去要求民进党不如把这个什么，把这个寄希望于台湾的台美党。因为他们已经走到这样了你说现在这样，你去要求民进党就简单的嘛，清定一条这款的个性嘛，战战兢兢的个性嘛，你叫他去他妈的像我这样投会像我这种流氓个性，你叫他做不了。所以我现在已经认命了，你知道吗？你现在要求赖清德做这个事，他做不了，他不想做，所以他说你在干嘛我不是战战兢兢在做吗？对啦，人家把战战兢兢在做啦，我们也不能怪他啦。那与其你要寄希望于他，你不如寄希望于另外一种人，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政党，我们本来就这种个性，
那本来就这样个性，那本来做这种代志刚好游刃有余嘛。而且我们有大使，这种跟美国的关系嘛，我秘书长跟日本的关系嘛，我来做台湾部分，所以我们3个人走3个方向嘛。啊，很多人讲说啊，那你就要入美了，为什么还让那些什么要回归日本的团队，你还让他们加入？我说我当然让他们加入啊，是吧？他们在外面不在我们政党里面，对我们有好处吗？没有好处。他们进到我们政党里面会影响我们往美国走吗？不会影响。但是这一群人，比如说民政府他们这一群人，到今天他们还每年去日本拜靖国神社，这一群人，我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没有效果，是因为你们这是民间活动。你们这样再去美国拜靖国神社，再拜100年，没有人会理你们，因为你是民间的活动。民间活动是不可能影响到政府的。可是我们这个政党成立之后，我们要走的是什么？我们要直接去告美国、告日本了。你为什么当年可以对吧？对琉球有剩余主权，为什么台湾也一样的剩余主权？你为什么不主张？日本是这样，因为他投降嘛。日本人太讲规矩了，我投降我就是放弃台湾了，所以日本是有放弃台湾主权的，各位。所以你们这些人说日本没有放弃台湾主权，这个是你自欺欺人。你们把那个什么，把旧金山合约拿出来再看一下，日本是放弃主权，所以高市长呢最近也讲，我放弃台湾主权，我没有台湾主权。可是有一群人，他今天还坚持，那没关系啊，来啊，你到我这个团队来，我们形成力量，共同去再打一场官司。去日本打官司，就输赢就怎样，这个输赢就知道。不用再浪费那么多，因为我感觉你们这一大群人在做一些浪费的事情，而我们这个团队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分成3股力量，我们也可以让你去做一些有系统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去日本打官司，输了就输了，赢了就赢了，输了我们就开始全力在推动什么美国。我讲过哈，我们3个团队嘛，我们这个党里面还分3个团队啊。对美国的是我们大使负责，郭大使负责了。对日本的是我们秘书长了，台湾我来负责了。我们各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哦。我们在这政党里面，我们把这事情看谁先走出一条路来啊？看美国先走出啊，让什么？川普先化工，台湾是我的。啊，那一刚好，我们就跟你讲哦，我们一刚如果川普真的有画虾了哈，拍谁哦？你们走日本路线都就要收尾哈。大家全力来扶持美国这一块哦，我们政党是这样哦，我是这样想。如果你日本这一块打官司打出成绩来了哈，打出成绩来了，是宣布说日本败诉，日本应该什么取回台湾的主权后，我们全力就往这方面走。这个就是我们要集合所有台湾的什么爱台湾这一股人的力量，我要集合这一群，我不是要抢你民进党的票。我看民政府从来没有投过你们民进党，我告诉你，民政府这一群人根本就不投票了，好吧？他们觉得那个什么国民党是什么伪政权，所以他们不愿意投国民党的选举。但是我跟你讲，到我们的政党来，我们把它系统化，哪一个方向先走出成绩，我也不知道，但我们都试试看，好不好？按你来公平嘛，对吧？你们大家公平竞争啊！我们3个方向共同竞争，谁先走出成绩，我们另外两边就回师。过来帮忙他嘛，那才有意义嘛，那才成为一个团队才有力量嘛，否则你看啊，你们民政府到现在越来越没有力量了，你没有发现吗？你们被社会边缘化。我跟你讲，除了我在讲，没有人在讲你们啊，所以我还在讲你们，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个团队还是力量还是有的，大家不要浪费了，可惜嘛。就这样，我是可以包容所有团队的人，刚好我是这个党的创党人，所以我希望能包容各方的力量。我们到最后就有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嘛，对吧？各自努力嘛，谁先走出成绩，另外人就要去帮他们嘛。安利不是就会，安利力量才能形成嘛。我跟你讲了，如果没有集合所有的爱台的力量出来，这个事情可能不好做成，你知道吗？不要排斥别人，不要像他妈台澎党那样，还不要像某人一样哈。这个论述是怪啊，你们谁都不能进来啊，所以你30年、50年一事无成啊。我们不是这样啊，我们是海纳百川的，
任何力量、任何势力过来，我就跟你讲啦，来进来一起努力啊！你谁这个党贡献最大？未来我们党主席是2年或者是4年吧，先说2年选一次啊，我希望久一点4年，反正我们党主席时间到就要改选的嘛，对吧？所以你每个人在我这个政党里面呢，哈，你付出了很多，让人家看到说，哎，你这个政党影响力最大，付出最多。现在是选你当主席也很正常啊，没有奇怪的，不奇怪了，各位啊，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行为，政党就应该这样。政党不是某个人的私人财产，也不是某些人的私人财产，是所有爱台湾的人的财产。而我跟你讲，一山还有一山高啦，真的，我不骗你啦。所以我根本就不会说觉得说，哎，这是我的，你这个在山你不再给他碰了，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啊。然后呢，我们用这种精神，真的可以把台湾带到一个什么以前的人都想不到的程度。因为世界的局势成熟了，对吧？啊，我们这样做，给了什么？给日属美占了日属这群朋友哈一个空间，我就大概欢迎港湾的呀。你们现在做也做不了什么，因为我知道你们这是民间去参拜人家靖国神社，只是民间活动，不会有意义的，不会成功的，天皇也不会看到你的。可是我们如果去打这个官司，我们去做一系列的东西去做的话，效果会很好的。啊，输要是赢，我们就认命了嘛，对不对？如果真的输了，就啊，对了，这条路是嘛，这条路是没前途，那就放弃了嘛。因为可能美国那个方向更早嘛，所以只要台湾能够脱离中共啊，脱离中国的文化的这个粪坑，只要台湾能脱离中国的纠缠。就是我们要的哈，任何人不要有自己私人的利益关系在，私人利益在里面的话，这个政党最后哈会消匿于无形啊！我们不要一人政党哦啊，台联、亲民党这些都一人政党，然后什么都没有了，现在什么都没有，连台联这些党都要被洪三雄他们这些人嘛。就国民党这些人看收，然后呢，我们的5、6个党聚在一起，我跟你讲，你们5、6个党聚在一起还不到我们一个党的能量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失去自己的理想了嘛。我跟你讲，所有的小党被人家整合，那个小党就没有了。政党不是在看你谁怎么样，是你这个政党还有没有理想？我们跟着你这个政党，我们要达到什么效果？进动上加没理想了，可是我跟你讲，所有人做政党都没有理想了。希望想回球是民进党、国民党哈，你们亲民党、你们西洋国民党哈都没有理想了，然后最光了。所以我们高举什么替天行道的大旗，我们是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我们要入美51州，我们这个擎天大旗一举出来哈，我跟各位讲，它一定会有效果，因为全台湾就哎呀，这么纯台美党有理想，台美党有目标，是不是？我们不像某些党哦，成立是为了反某个人，那最可笑了。成立一个政党是为了反某个人，那些人是最可笑的。那是没有理想性的。你反了这个人死掉，他就没有了，就像新党一样，新国民党连线当时成立是为了反李登辉嘛，李登辉过世之后，他们就失去存在价值啊。这种叫什么低俗的政党嘛，没理想的政党啊，好吧，时间大哦，又半个小时过了，好了，好，今天先到这里为止了，感谢各位，人生就是这样哈，我们明天就阻挡了哈，我们希望这一切都能顺利，这一切的顺利，最后可能明天会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我们政党成立。未来如果我们把政党做开了，不要小看自己，这个政党我会把它像经营一家公司一样在经营，所有漏洞我都把它补，我负责在后面补漏洞啊。有什么纠纷不能解决纠纷，我自认我是个创党人，我就做创党人就好，我永远都是创党人，好不好？这党永远都是我创的，但是主席那些东西我基本上我不参与。
我永远在后面做一个什么，做一个保护这个政党的人，甚至什么叮咛这个政党、督促这个政党那个人。这样的话，我跟你讲，这个政党要出错的机会就不大了哈。这个政党有任何走错路的人，你都可以找我。虽然我不是主席，但是我愿意负这个责任，因为我督促不周，好不好？好，谢谢各位，感谢，谢谢各位。